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3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成功逃顶，如果你经常观看阿哲的视频，但本次暴跌还是没有躲过的话，那真是太不应该了。英伟达异常抗跌，187之上维持看涨，特斯拉底部还在震荡，距离加仓买入时机还差那么一点点，继续耐心等待。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7期的视频，也是阿哲呢在1月份最后一期视频。我们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还是要讲到有关于指数的市场观察，这是最为核心的一部分。那么通过近期的市场走势，你应该再次的明白了，当指数环境变动比较大的时候，当指数确实有高点风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个股分析的再好，个股的买点找的再漂亮，那么也是白搭。很多时候买点产生也同样会打止损。所以第一部分的指数分析依旧呢是作为我们每一期视频当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那么阿哲还是要带大家复习一下指数顶背离，还有日内的新的变盘点，以及呢目前日线日内的趋势交易如何去分析。经过3天比较大波动的一个回调，现在市场是机会还是说趋势走坏，后续将是风险。而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个股方面，阿哲会讲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高通、Circle、OKO、PLTR、Coin、美光以及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的频道，那么您会看到我们的目录是有比较多的个股标的，所以阿哲一般视频的时长会偏久一点。但是阿哲也知道不是每只股票您都感兴趣的，所以阿哲也把每只个股呢写了一个时间轴。那么通过段落，您可以去跳转去观看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只个股标的的分析。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但是还是老样子，我们的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千万不要去错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做任何的一只股票投资之前，我们都要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场环境究竟适不适合去买进股票。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叫做指数顶背离，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一个内容。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回顾或者说复习。当前你所看的上方是纳斯达克指数，下方是标普500指数。那么阿哲知道，平时阿哲的视频讲解当中，有些时候的知识点可能会比较的困难，但是像背离技术呢，阿哲认为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你基本上听一下，你未来注意一下，它就可以帮你把握一些机会和规避很多的风险。像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你只要把纳斯达克和标普拿出来放在一起看一下，你就会知道了，两个指数它们之间是存在不同步的。在本次的上涨时，如果你只盯的纳指或只盯的标普，你会发现涨势很强劲，这种风险你是意识不到的，你会感觉还在创新高，还在涨得很好。但其实呢，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就是每当市场标普创出新高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只要它还没有创出左侧那个上一年10月份的高点基本上它都是风险。在上面待的时间越长那么纳指越不新高，标普越新高，这风险会越大。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看到它涨上去3天了而后纳指还是没有涨上去，还是没有新高，那你就知道了，它后续所对应的跟前期一样会有这种下跌。而你会发现这种调整一般会伴随什么？跳空明显的下跌所以这次也是一样的，这种背离之后它就会有明显的反向的这种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再次的延续或时间更长一点，那么它会干嘛呢？它可能会影响趋势，这个位置的高点纳指就很难再去突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背离之后的大级别的一个高点的产生。当前的市场呢是在标普新高而纳指没有新高的背离环境之下，产生了3天阴线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呢，阿哲认为可能还没有结束，因为前方的标普的高点它被突破之后所引发的背离的下跌，一般是对于突破的假突破的一个确认。所以像之前这种位置，你会发现它是不是突破站上之后，因为背离，所以导致它又重新回归到前方高点之下，是吧？这一次也是在上方站了一段时间，而后突破失败掉下来。而当前呢是突破背离往下牵扯，但是收盘价还没有跌破前期的高点。所以如果这个背离还是跟往常一样无法去修复的话，市场应该还有一个下跌的动作，那么市场应该还有一个阴线把标普从前高拉到这个前高之下，那么导致呢突破又是一个假突破所以目前依旧前高有支撑，
那么这个状态之下呢，它是还没有算是背离的风险完全去释放出来的，那么你就要小心了。那么下一周可能还有一个阴线啊，要把这个前方的一个价格拉到标普这个高点之下，当然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如果它没有这种动作出现，就说明市场有可能调整结束，甚至呢还有上涨。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标普这个高点呢，它还有支撑，它不掉落了这一次，而纳指呢又止跌，重新收阳线启动，把背离给修复，那么市场将在这里启动真正的上涨行情，那么市场反而会走出一个大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在背离之后要去关注的一些点位。如果标普下周高点支撑有效，维持震荡，那纳指呢止跌修复顶背离，那么市场的机会就来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级别的一个观察相对来讲涉及到波段方面。那么从日内的一个变盘点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近期是不是讲的比较多日内15分钟纳斯达克图表的一个变盘走势图。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关注了阿哲频道，那么这是一个阿哲对于订阅粉丝的小小的福利您呢跟朱老师可以去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在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会写到日内的一个变盘点，像1月29号我们的盘前第一个变盘点10点45分，这个变盘点是香港时间，大家换算成美股时间其实就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的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开盘它很关键就如果这根 K 线呢它能够比昨天的高点高，那么说明当前还没有完全走弱，甚至呢第一根收盘价的 K 线如果能够创新高修复背离，那么市场呢将是一个大的机会。而最危险的情况就是它没有创出左边的高点，而后反而往下跌破之前的低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明空方很强势，小心市场的下跌。那么确实走出了最坏的一个情况，第一根15分钟 K 线是下跌的，所以后续导致加速的这种下跌。好，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变盘点呢都对应某一些高低点附近，比如说12点的30分是一波跳水之后低位附近止跌反弹，在2点45分呢是一个小高点，市场呢上涨一波走为震荡。而后在1月30号昨天的盘前，阿哲写到两个变盘点，一个是凌晨这边阿哲的12点，还有凌晨的3点15。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是反弹高点是吧，另外一个它也是反弹高点，所以当市场出现变盘的时候，它不一定就绝对的高点低点交错，那种情况下呢是属于比较好操作的。而多数情况下呢，你就要根据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去确认一下，如果当时在12点附近就是构成了一个比较强势的顶分型，或者说在3点15附近就是有个顶分型，这种呢就很容易是一个高点的变盘那么后续我们下周一要关注的一个变盘点，它的第一个变盘点依旧呢是22点45分，也就是说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形成的时候。那么这一个15分钟 K 线的第一根你要特别注意了，它很容易呢在美股市场发生变盘的。所以你会发现阿哲的很多变盘点偶尔就会出现一根10点45分的变盘，是吧？像前面的这个高点它也是10点45分第一根就变盘。所以美股市场是比较活跃的，特别呢是隔了一个周末之后，它正常的第一个变盘点往往就是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而那一根 K 线你要关注它的一个方向。像目前如果它依旧保持前面这个低点还是低点的话，是吧？往上走，那么在周一的时候产生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如果是向上的，那么这就很容易是一个高点变盘，你要小心到时候它所形成的15分钟的顶分型，那么就确认是高点变盘。而假如15分钟之后它还是上涨的，或者说它是下跌之后出现了15分钟 K 线这种呢就是说明市场容易是低点变盘。所以对于变盘点前后的一个价格变动，我们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的股票调整之后有止跌的这种行为，那你要去买入股票的话，尽可能不要买在15分钟是高开高走而后走出顶分型的时候，那时候你一买股票可能会买到你股票当中的高点变盘，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变盘点的一些使用的技巧。所以每天盘前呢，您可以去关注一下阿哲所发的盘前广播当中的这个日内变盘点，而在做具体交易的时候尽可能避开变盘点上涨时去买股票，而后应该找的是回调时在变盘低点附近去寻找交易个股的机会。那么下周一你就关注一下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 K 线，如果15分钟 K 线走势是强劲的，没有构成顶分型，那么它就有机会呢从第一根15分钟 K 线涨到下一个变盘点的15分钟 K 线。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市场顶背离的一个学习，以及呢对于我们15分钟变盘点的一个了解。希望以上的两个部分内容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分析上的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不要忘记听到这里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照常的小红心。
照常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您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除了点赞评论之外，如果本期视频确实也对您有所收获、有所帮助，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会显示已订阅，然后您把这个全部铃铛都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分析的观点，您都不会错过。会在阿哲公布视频之后第一时间用弹窗方式提醒您阿哲更新了，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了。同时，您只要把这些订阅点开，那么阿哲呢对于订阅粉丝同学会有3重福利。那么其中一个福利呢，就刚才所讲到的美股的盘前广播。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那个弹窗小卡片订阅阿哲之后，找到助教，您就可以领取下周的美股盘前广播信息。那你可以看到下周每天美股的盘前这些变盘点，每天之内有些哪些点位是要关注的。那么您就可以在一些高点变盘时尽可能不要买股票，在一些低点变盘时呢，可以考虑做一些短线的交易。希望这个变盘点可以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是关于当前的趋势交易的分析。阿哲会讲一下目前的日线和日内的趋势表现。当前呢，我们先看到这个纳指的日线图表。日线图表上有一个信号，我们在上期视频是讲过的，就是这个金顶 K 线它呢是我们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你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信号，特别是股价呢出现加速上涨时，你要特别小心图表当中所产生这种 K 线染了黄色 K 线的，它呢也叫做金顶 K 线信号，意味市场呢在上涨时出现了一种过热的现象，情绪呢特别高涨，往往会出现一些资金出逃或者说见顶然后追高的情况。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当这种黄 K 产生时，不能说100%会见高点，但基本上8、9不离10，你再买就容易是追高的一个点位。所以在这种黄 K 的地方，不要轻易的去追涨，不要轻易的去加仓买股票。你会发现，如果在这里买了，后续2天你就是买到高点。而假如你之前是低位没怎么买股票，中途买的少，到了这里才买的多的话，这2天的下跌，你不要说赚钱了，你不要说利润回吐了，你直接是被套住的。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在黄 K 的时候去买股票，这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不管是指数分析还是个股上，我们都每期视频反复强调这一点。那么关于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呢，这个上海趋势图是第2重福利，是吧？您跟助教呢联系上之后除了领取盘前广播，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安装一下这个上海趋势图。如果你以后再遇到这种黄色 K 线，就不要再买了，不要再追了，甚至要考虑去减仓了。虽然偶尔这种黄 K 它还会涨但是呢，绝大部分情况下它还是代表风险的，至少不是一个买股票的好地方风险的概率更大一点。那么如果这个风险你规避之后，那接下来你就要找买点了。因为市场呢目前是一个紫色飘带，紫飘带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表现，所以日线的波段呢还是上涨，还是看涨，还是多方力量比较强的。这个时候它的回调正常你应该去找买点。那么有一种比较好的买点就是出现了蓝色 K 线并且后续止跌上涨，这种就是比较好把握的，但它不是每一次都有蓝色 K 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还有另外一种方案，就是市场目前是跌破了这个蓝色飘带，那么蓝色飘带对应很多种买点，其中有一种阿哲呢可能比较喜欢去关注的，叫做砸盘点位，就是一旦跌破这种紫色带，那么市场在紫色带附近又有多方能量比较强劲的支撑，那么它就会出现物极必反，就跌多了，市场反而会见到低点。所以当时这个地方是吧，跌破见底跌破见底，跌破见底。那么当前本次的调整会不会也是跌破之后会见到低点？那你要关注一下，这种跌破之后有没有多方能量的产生？我们的判定就是在跌破之后有没有阳包阴线的出现。当市场产生破位之后，你要耐心等待1到2天，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如果出现反包阳线反包阳线，这就说明它的这个多方能量是有的，那么市场将能够给我们一些看涨的机会包括这种地方跌破1到2天，而后呢关注有没有反包阳线的产生，它有时候可能会先盘整，相对的去缓解这种下跌，所以它可能不是立马出现反包阳，如果有立刻出现的就更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等什么？等这2根 K 线高点当中选偏低的一个高点比如说当时这个高点是吧，和这个高点2个高点选偏低的那个高点它呢被突破也是可以作为买点的，就不一定非得要反包就突破这个高点也行。所以这里是突破突破之后呢，它就要转为支撑，股价呢回调再启动是吧，反包阳等等的，
都可以作为买点。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你要关注一点，就是它已经跌破了第一根了。好，跌破第一根，关注仿包阳的产生像之前这种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是吧？时间窗之内出现仿包阳线，那么可以看涨。好，那么跌破这是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是吧？两根里面关注仿包阳。当然，如果你的要求不高，或者说你的买点不算是特别严格的话，是吧？像这种其实也能够算一个仿包阳，它仿包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最高价，是吧？或者说你就等像这种 K 线出现之后收阳线，是吧？它的收盘比昨天最高还要高只是它是一根阴线，所以不好买，你可以买到阳线上，是吧？它同样呢也是一波短线的上涨行情，现在也是一样的，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然后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后，我们去关注一下市场要有止跌反包的动作，然后作为一个买点。如果它跌破之后不止跌，一直破位呢，一直没有反包阳线呢，那么就不要随便抄底，是吧？你卖出去的筹码不要轻易去接回来，很容易呢可能会接飞刀。这是通过日线的分析。我们再看到15分钟图表，15分钟呢它处于一种黄色飘带了说明我们的日线级别呢虽然还没有走弱，还是一个止飘带的上涨趋势，但是15分钟开始已经提前走弱了，因为周期的影响都是先由小级别开始走弱，再影响到大级别，而后大级别的支撑呢又反过来影响到小级别。所以当前呢我们就通过大级别关注它可能会有一个节点上有支撑，而小级别呢虽然走了黄色带之后一路的下跌但是要关注假如这里能够出现向上的突破，是吧？把黄色带变成紫色带，那么是不是依旧也能够有机会共振看涨，可能会比日线呢更快发出买入信号。所以这是简单我们去分析一下当前的日内和日线上的一个短线交易点，更多的应该关注日线的止跌信号，再去找日内的买入机会。如果日线不止跌，没有反包，那么日内的买点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反弹初期的试错买点。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指数的一个整体的分析，那么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我们依旧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您是今天才看阿哲视频，那么才点了订阅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的，那么我们对于订阅频道的同学会有3重的福利。刚才所讲的第一重福利呢，就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第二重福利是刚才所说到的盘前解析、盘前广播这个点位还有时间预测的这个第二重福利。第3重福利是我们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课程。我们平时阿哲除了在周一有公开的直播课程之外，周二到周五基本上都是内部课程，而且这个内部课呢，针对不同的市场行情去提供更加适合当下市场、更加适合的一些技术分析的知识点。所以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特别是对技术分析还不太擅长的同学，那么您可以去参加我们在下周周二到周五所去举办的内部不公开的一些直播课程。我们下周的主题会讲到趋势攻守道，从获利到落袋。很多同学呢可能只会去买卖，只会呢去简单的买入看涨，但是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卖，不知道怎么呢去落袋为安。所以获利是做交易盈利的第一步，但是是否能够去落袋，对于很多同学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下周我们除了要去研究趋势的启动、建仓、拉升，还要去研究市场什么时候可能会出货，什么时候应该去落袋为安。所以在下周的一个课程当中如果您是我们的一个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记得呢也同样找助教参与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课程。以上呢就是我们的3重福利希望这3重福利呢都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点击订阅但是还没有领过3重福利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而后呢去跟助教领取这3重福利。当然你也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也同样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希望在订阅阿哲之后您可以立刻有所收获。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到个股的解析环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空间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支撑位有所被跌破，但它跌破一次之后基本上都会快速的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是吧？之前这里破了，然后就止跌反抽一波，现在呢又再次的破了一次左边的低点还有这个支撑位，但一旦跌破，市场快速的又有反抽行为。不过目前的反抽行为呢比上次要弱一点点，所以这个呢要小心一些，因为它已经无法呢从这个下沿直接回到了这个黑色线之上所以这一次的反抽力度是比之前要弱一点点的。不过鉴于市场的一个环境不太一样，那么之前市场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它反抽力度比较强也理所应当这一次呢是在市场
还在下跌时能够有这个反抽止跌啊，所以还是整体不错的。那么当下就还在一个低位盘整，而后在中期支撑位附近啊，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数值是多少。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表以及呢神级九转指标。像特斯拉当前的一个下跌，我们之前说过左侧的交易的一个方式，就是市场出现九转之后，我们在这个转空线之上去做下跌的止跌买入。像现在的转空线，我们可以看到 411.84， 它可能比那个趋势线要更加直观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横向的，所以 411.84 呢作为左侧关注的一个支撑区，如果收阴线有效跌破 411.84， 说明这一波下跌啊，它并没有衰竭，而是还有下跌空间啊，那么就要特别的一个小心和注意了。那么当前的特斯拉，我们之前说在九转之后可能还有那么一些空方的动能没有完全衰竭，它可能会用震荡的方式来去进行参与后续的一个调整，直到呢空方力量彻底衰竭，再出现止跌，真正的行情启动。所以当前市场呢，一个是趋势上有一个黄色飘带还没有去有效的突破，每次呢触及就会回落，所以空方力量从右侧来讲还是比较强势的。你必须要等待一个有效突破之后的回调不破飘带，而去做右侧的仓位的布局，去看趋势的一个真正反转。而当前来讲，在趋势交易上，你不能放太多仓位，它如果不去做我们所说的突破飘带，那么它只能够去向下来到龙门线附近，才去找另外的趋势交易机会，是吧？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只能说看左侧有没有仓位的布局，而右侧现在的特斯拉其实没有太好的一个买点。那么在迪马克先生的九转指标当中，它除了9要关注之外，还有一个13是你可以去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3走到了哪里。在9之后的13目前走到了第10根 K 线，也就是说接下来呢，如果顺利的话，它可能会在下周出现第13号的 K 线。当然这个动作啊，一般会是一个往下运行才会产生啊，如果上涨的话，你还是得要小心啊，要关注一下它会不会啊出现这一个黄带的突破啊，往上的话就是只能够看右侧的机会，那么它的13可能未来才会在回调中去出现啊，如果继续往下跌，我们希望它在转空线之上啊出现一个13，那么在那之后可以关注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时机。所以现在特斯拉就右侧还没有很好的买点，而左侧呢还差一点点，只是之前有那么1-2笔下跌时的布局而已啊，所以当前呢还没有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入时机，需要再等等，它还在一个盘整阶段。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飘带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飘带的上下沿，它呢是牛龙服务线的2个数值，分别呢是 435.767 和 444.56。 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整体也还是不错的就它虽然跟我们预期差不多，左侧黄 K 附近还是有压力，价格呢出现回调，但回调时的力度比很多股票呢算是依旧强劲的，至少比 OKO 是吧等一众个股刚站上飘带就被打回来的要好，因为它站上飘带之后有一段时间了，目前回调这个紫色带还是有支撑的，所以关注一下这个支撑点，牛龙线 239.332， 服务线 237.651， 这是一个支撑区。好，这个支撑区不破，收止跌的仿包阳线，正常它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动作你的仿包阳线只要仿包实体其实就 OK 了站上这个牛龙线之上，那么就会构成2次的回调买点。当然这是对于波段来讲，对于短线的话，其实冲高回落这个地方就应该减仓那么后续仿包止跌再作为短线的看涨点所以关注这个飘带的支撑不要破，被破的话呢就比较危险，止跌上涨有机会呢走到九转。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板，那英伟达呢又回到了一个之前的状态它就是有点上行，震荡上行，而中间呢有一个我们所说的颈线位，这个位置呢一直被横穿一直呢在震荡，但是没有一次成功的站上或者说不跌落的之前呢站上之后就跌破了，站上之后就跌破了，所以它这次又站上了，而目前没有跌破，所以我们以这个地方的趋势线呢作为一个支撑点，如果跌破就可能又是一次走弱，还有再次调整的空间，而如果不跌破，那么这一次就有可能跟之前不一样，它是一个走强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那么当下我们要关注是否能够守住支撑，而后向上再启动，那么机会就会更大。当前这里的震荡很多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左侧这根大阴线之前呢有比较多的套牢盘，所以一次一次高点抬高，高点抬高是吧？高点抬高是在消化这附近的一个浮筹，而它的低点也是在抬高的，所以整体按照一个趋势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不错的。对于上方的压力重重，它是一步一步的在稳定，虽然不强，
但依旧在用震荡的方式在向上的去消化。所以这里一旦我们的趋势能够止得住，不破关键位置出现启动 K 线，那么它的空间就会打开，是吧？就有可能往前高去奔所以当下呢是在消化左侧大阴线的一个压力。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上海区域图的一个表现。当前呢我们所看的是上海区域图表，对于上海区域图你所看到的 K 线当中，如果有这种黄色 K 线的，你肯定是不能在这里去买入股票了。你要做的就是等它调一波，是吧？等它调完一波再考虑买股票。虽然不一定调完之后每次都是好机会，但是至少调完之后你再买会比你在黄 K 的附近去买会好。所以当下呢又是一个黄色 K 线，那么英伟达有黄色 K 线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乱买股票。所以英伟达在这里不要乱加仓，是吧？之前低位如果你没有买的，那么现在呢它有支撑在飘带附近显示，只是呢我们需要回踩之后的买点，它最好是一根仿包之前黄 K 的高点，是吧？突破黄 K 高点，我们可以作为上涨震荡启动的一个买点。而现在如果还没有，它是刚消失黄 K， 说明刚进入到调整，还在风险释放阶段。在不启动之前，我们看飘带支撑有效的情况下找止跌阳线。目前飘带的支撑是在 187.204 和 186.226， 这个位置差不多跟刚才所讲的颈线位是有点重合的，是吧？所以它在这里保持的话，底下支撑能够撑得住，等待启动阳线，那么去做短线看涨或波段加仓都是没有问题的。而目前这个位置又是黄 K， 又是左边高点，又是大阴线的所以在这里去买股票呢，你就有点赌的成分了。所以上海趋势图拿到手之后您先看一下您手中股票有没有黄 K， 如果黄 K 的话，尽可能你要考虑是减仓，然后等调整之后再去加仓。短线的话呢，肯定就不能再去追了。如果目前你还看不到您手中的股票的上海趋势图是什么状况，那么记得呢，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右上角及时找到助教去安装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体验权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其他的个股分析。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最后我们第三部分将会讲到比较多的个股的分析，我们还是会通过上海趋势图来进行一一的去解析他们的一个趋势状况。第一只标的是谷歌。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图表。谷歌呢在本次的一个上涨回调当中其实是给过了一个机会的，但是这个机会的买点买了之后其实阿哲是不太看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走到现在为止，它的一个波段其实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一个波段呢运行的时间越长，你的每次回调买入呢应该越是小心，是吧？如果还在低位还在龙门线附近的那种股票的回调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但远离龙门线之后它就总有一次回调，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回调，而可能是要往龙门线去进行修复这个乖离了。那么特别呢在周线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已经走到了九转之后还有一个延续，那么这种延续呢一般也很难说走得特别长远，特别它已经走了多个九转，所以当前的一个行情走势对于这种高位之后的回调买入你可以做，但最好呢是以短线的一个环境，而不是波段呢再次加比较多的仓位。那么目前谷歌呢是出现一个类似吊颈线的一个这种 K 线，而这种 K 线还是创出新高之后收出来的，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是一个资金的离场行为。那么第二天是一个阳线就还好它后续的话要小心这根吊颈线的低点如果被阴线给击穿，而后飘带呢肯定也是被击穿的，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当前至少还有阳线出现虽然说是一根下跌的阳线，但是也相对比很多个股呢是比较强的，毕竟指数在这一天收的是一个阴线，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资金呢虽然有离场的行为，但是并没有说特别恐慌所以正常还算是比较抗跌的只是说这种位置你去做多的话呢，不算是一个特别优选的一个部分，但比很多股票来说肯定是还算强势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关注它的飘带附近止跌，而后产生的一些短线机会。但从波段来讲它不再是一个相对波段还能够去加比较多仓位的一个地方目前的一个价格有龙线的支撑是 332.066， 服务线呢是 325.503。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就维持一个下跌趋势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直处于黄色带，然后下跌的黄色动能，再加上龙门线之下，龙门线呢也有点往下拐，所以在中期来讲它是一个空方动能很强的一个股票，这种股票它就很难去趋势的扭转，是吧？每到一个低点有买点出现时，你以为它能够反转，它往往呢就是反弹。所以我们之前说过买点的产生，什么白玉 K 线的突破是吧？看反弹，
是吧？蓝色 K 线突破看反弹都没有问题，但是它最好是紫色带，如果是黄色带就说明依旧是下跌动能很强势。这种情况下，下跌趋势它不被反转的过程当中，就是低点会创新低，高点很难创新高，是吧？所以甲骨文呢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下跌趋势的一个运行当中。好，这种运行时的下跌行情，你就不要随便去买进之后一直拿太久，因为它很有可能会一直的新低。好，包括这一次啊，如果这里又出现反包阳线了，又看涨了，那是不是在飘带附近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相对极限的反弹位了？所以之前每一次反弹到飘带附近，是吧，都容易出现再次的回落，再次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飘带的下沿是 181.085 作为它的一个压力，目前呢依旧下跌，所以肯定呢不是一个做多点，哪怕做多，你后续也只能说看个反弹，目前呢都还没有止跌。而下一只股票看到 MSTR 它呢属于长时间的下跌了，龙门线是往下拐的，然后黄色带呢也是往下的，是吧？所以最近呢它还是一个整体是下跌趋势。不过我们跟这个谷歌的分析是有点一样就是一个下跌趋势如果持续很久然后它离龙门线又是很长时间远离，这个时候是有机会博弈一波超大级别或者说相对的中期以上级别的一个反弹，是吧？所以我们关注 MSTR 市场出现这种机会时能够及时的去跟入不过目前它的一个反弹力度还是不够强，它没有出现一个动作就是突破这个飘带之后转紫色带回调能够有启动点，就它没有这个动作，它直接跌破了，然后走了一个震荡再下跌所以这一次就启动失败了。我们必须要等待一个比较明确的抄底信号，因为趋势一旦形成，它没有那么容易被轻易改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相对偏右侧的确认方式，就是飘带的突破，而后回踩有止跌，再看一波往龙门线的一个启动行情。在此之前，你每次的买入可能就只能先看个反弹黄色带附近的一个反弹。所以当下我们看到黄色带它的一个价位是 160.98 163.344可以关注这种反弹的空间，但绝对不是一个立刻可以看反转的空间。我们去等待一个明确的反转信号，而后你看一下它的目标是很大的，就哪怕这里我等了很久，是吧？它走了一段距离，它有很足的空间让你右侧去盈利，甚至走到一半我回踩就去买，是吧？博弈一半的龙门线的乖离修复都是很大的利润，因为龙门线目前它还在 294.606， 是吧？目前股价才149，它如果真走那么一波，这可是翻倍行情，是吧？翻倍行情你哪怕拿一半 50% 都足够了所以一定要给一些耐心给这种超跌反弹的股票，真正启动止跌时再去做交易，在此之前哪怕想买最多就买反弹。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微软，是吧？微软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了，跟甲骨文跟我们的 MSTR 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相对的下跌它更多的呢是跟这个甲骨文有点像，但它的黄色带呢已经形成了不少时间了，所以黄色带有的时候呢你每次做多都要小心，是吧？突破白玉 K 线可以看反弹但是黄 K 的时候就要卖了，是吧？有反弹可以做，但是黄 K 一定要卖反弹可以做黄 K 一定要卖，就是一旦你要做逆势单，你就一定要偏左侧了，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右侧买，你卖的时候最好是左侧买，就有钱赚，在这种空方行情下已经是大赚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价格还在下跌，依旧在暴跌，这种情况下一旦止跌反包阳线，我们依旧只能看反弹，但这种股票很危险的它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反弹到黄色 K 线或者是黄色带才出现继续下跌，所以这种股票呢就可做可不做，它不是说一个很好的做多的标的，不要想着去抄大底，因为它的成功率一般就很低。我们再看到博通的话是属于一种压缩状态市场呢调到了龙门线附近，这个呢是针对一波强势的上涨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谷歌一波强势上涨之后它总是会有那么某一刻的回调，它不是简单的小级别回调，它可能是一个中期回调，那么目标位呢就是龙门线作为第一目标。好，龙门线如果是一个目标，那么它碰到龙门线，说明目前的下跌空间在不跌穿龙门线之前它是有限的，所以这里呢是可以关注的。最近指数的暴跌行情它并没有跟随说明这个地方空方抛售力量呢是比其他个股要弱一点，它也可以算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超长时间超跌的股票呢，可能更加适中的能够去关注的一个个股。当前是走了一个3阴的震荡如果能够出现阳线启动，那么其实可以去做比较激进的右侧跟进，当然更好的还是出现向上的突破，而后回调去找机会买入。目前龙门线是 321.964， 而后上方的一个压力呢是 334.776 以及呢 341.733。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AMD，AMD 它其实也还算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回调，是吧？黄 K 呢，我们说有风险，然后黄 K 消失，回调找机会。这个机会如果能够是蓝色 K 线共振啊和飘带止跌的话就更好，但是它不一定每次都有，所以这一波回调呢，我们可以关注啊，目前已经是0、1、2、3、4有4次新低了啊，所以有可能是一个回调的买入地方。但这个买点我们一定要严谨，就是你的买点肯定要严谨。你卖点的话，你说黄 K 我就卖，黄 K 我就卖都没问题，你有利润了怎么卖都行。但是买进点一定要严谨一点，就尽可能不要买了之后它很快把你套住。所以你的买点一定要够强的止跌。像在本周五呢出现长上影线回调低开，而后有长上影，它会不会是一个仙人指路呢？我们要关注下一根 K 线，或者说后续的2-3天一定要有一个强势的再次上涨，而不破这一根长上影 K 线的低点，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回调仙人指路的买点啊，那个时候可以去看涨。所以你最好是在收阳过 245.24 之上找买点，尽可能不要去跌破它的低点，因为跌破它的低点有可能要往下方服务线 224.03 去找机会啊，所以目前是一个回调的结构，可以找买点，但是必须要有强止跌才行。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HOOD 啊，它也是黄色带。像你拿到上海趋势图之后，你一眼看过去，你就要注意了，就只要股价呢黄色带龙门线之下，这种股票一律哪怕你要做，只能做反弹。就一旦你拿了之后看得太远啊，就是你以为它能够反转，你就不卖，那么你会发现后面行情就会把你全都吐回来，是吧？你只要黄色带你不卖，它就有可能创新低。就你再怎么样买的低，你不卖，你不做反弹，而是想做反转，它就会打破你的幻想。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每一只个股只要还是黄色带，只要在龙门线之下，这种更长，是吧？只能说就做反弹，是吧？哪怕这里有白玉 K 线反包突破，是吧？它也只能说先看到这个飘带下沿 108.302，如果都不止跌，那么就更弱了啊。所以这种就一般就你要限制你的买入机会，就不要随便买入，不要随便抄底。再看到 APP 也是一样的啊，黄色带都有压力，反弹在黄色带附近啊就要小心。这价格呢，龙门线又被跌破了，跌破龙门线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之前呢，每次到龙门线附近时，它有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底部机会，但是如果跌穿龙门线了，它有可能趋势要变了。后续如果延续龙门线下跌，可能就会发生最坏的就是 MSTR 那种，就直接呢中长期趋势都变坏了。所以跌破龙门线不可怕，就是可怕的是跌破之后是有效跌破。所以啊，像这种跌破是吧，也是很夸张的跌破啊，但是后续只要能够止跌，那这个位置其实都是机会。所以 APP 也是一样的，跌破一根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后续反弹时站不上去，而后顺势啊都往下落，这种是最可怕的。所以跌破一根不可怕，跌破之后呢，要快速的1-2天之内就构筑一个支撑，而不能再往下跌了。后续的反弹得要站上去，站稳，这样才可以啊。所以当前呢，就继续关注一下 APP 的一个机会。而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价位，目前是 527.712 啊，最好后续呢能够有一波强反弹，能够重新站回去，那就比较好。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高通，高通依旧维持弱势，它没有任何买点产生。我们是从它还是一个蓝色 K 线在龙门线附近有止跌的时候，我们就去关注了啊。但问题呢，它一直呢有超跌，但是它不止跌。是啊，你会发现，你如果限制好你的买点，它不会轻易的去买入一些股票的啊，你也不会说买到半山腰，就很难买到半山腰。是吧？所以当时包括这一个位置是吧，它好像突破了，但是是根阴线，而且前面有缺口是吧，又有压力，所以价格走势啊一路下跌，一路是没有买点的，一路超跌又怎么样呢？没买点就不买，而后哪怕有买点，你看到它已经到了龙门线之下啊，又是黄色带，那这个时候哪怕有买点，我也看不远啊，最多看到飘在下沿线 158.838 是吧？所以目前还是很弱的。我们来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的话就也是如此啊，它已经跌破了左侧的这个9转的支撑线。跌破9转支撑线，而后在此之前没有出现买点，那没有买点，哪怕有再多的信号，是吧？比如说啊，它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商财柱啊，有蓄势啊，有这个蓝 K 啊，是吧？有前面的支撑线，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抄底信号，但是它只要是下跌趋势，黄色带这些信号呢出现之后，你就不要乱买，就一定要有买点产生才能买，是吧？包括这个地方它也是蓝色 K 线啊，为什么这里能够止住一段时间呢？因为它突破了呀，是吧？这个地方你哪怕买了，至少你短期内它哪怕不涨。是吧？它这个地方至少不会说又继续下跌，或概率很低啊。你说仿包扬州继续大跌的有吗？肯定有
但这种概率啊，要比你还没有出现反包阳之前你去买要好很多。所以现在呢，跌破了之前的低点和支撑，就还是下跌趋势，所以这波止跌呢就不行，哪怕再有反弹，很多时候也是下跌趋势延续啊。所以蛇口呢目前就继续走为弱势了，之前还以为能够跟支撑共振，能够产生阳线啊，没想到第二天缺口又直接反向了啊，所以还是一个弱势行情，就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机会啊，看一下有没有吧，不一定会有机会了。这里哪怕反包啊，它呢也就压力73.886。现在的个股我们再看到 OKO 呢，它的左侧还有机会，因为它跟特斯拉一样，转空线呢是在74.63啊，还有一定距离。而后它不太好的就是跌破龙门线，已经跌破很多次了，前面这里跌破了一次反抽，然后再站上是吧？又跌破，又上来，又跌破，就一个龙门线最好不要这种反复跌破啊，反复跌破就不太好。然后它在连续的蓝色 K 线之后反包也没有有效启动，反而快速的又跌破之前的蓝 K 的低点支撑，这些都是不太好的现象。所以哪怕之前的买点再漂亮，遇到指数环境不给力啊，指数呢确实就是不行啊，比较弱的情况下，有一些图谱哪怕走得很漂亮，它的成功率也会降低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指数环境很重要，它会影响到我们个股交易的成功率。一个同样的图谱，为什么有些时候容易成功，是吧？有些时候它就可能会构筑的比较弱势，或者说走得更久、更加弱、更加震荡啊。很多时候跟当时的指数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目前来讲，就是九转的一个买入仓位啊，它当前的止损是74.63，正常这个点没有被击穿之前呢，九转的一个买点呢，我们依旧是看涨的，只是右侧来讲，是吧？它不太好了，右侧呢跌破了一个之前的止跌低点，所以这里呢就要小心，它下一步跌穿74.63，那会彻底走弱啊，否则在这之前，如果还有继续往上止跌回归龙门线之上的一个情况就还好。所以要看下周是否有一个反弹的力度够强，如果反弹不能站上龙门线再往下跌，那么就很大的风险，它可能会走一个不好的开端啊，中长期的下跌初始。好，目前的一个龙门线是89.558啊，它跟这个彩虹带是粘合的，所以最好能够有一个反弹站上去啊，而后呢回调止跌啊，这种地方去重新加右侧的仓位。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PLTR 是出现了下跌的双超跌，就上方是白玉 K 线，下方呢是动能柱的一个超跌。好，两者双超跌，如果有反包阳线出现，那么白玉 K 线将会产生超跌反弹。那力度呢也是同样的看到龙门线和飘带啊，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粘合共振啊，差不多是166.6附近啊，将是一个压力区。它已经跌破这个龙门线比较长的时间了，所以这个龙门线跌破的有效性呢是比较大的。后续股价反弹，它除非是能够特别强的力度啊，否则大概率就是继续往下跌。所以 PLTR 呢目前趋势走得有点弱，因为它已经把之前一直没有跌破的龙门线给跌破了，而且是很有效的跌破。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Coin 的行情走势啊，保持下跌趋势。黄色带呢目前没有改变过啊，一直呢都是下跌反弹后继续下跌，所以当前就是不断的维持超跌啊。最近呢又来到了一个双白 K 啊，上方有白玉，下方呢有白柱啊，也是双超跌。双超跌的话容易引发超跌反弹，就是比较强劲的超跌反弹。之前这里也是双白啊，那么这里突破之后看一波反弹，但黄色带不过就还是反弹，所以这里呢又出现了双白。好，黄色带附近的突破啊，可以看一个反弹。但是这种下跌趋势下做买点的话，基本都是逆势单，逆势单呢成功率就会低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压力位是223.322。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就是一个触及了龙门线啊，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目标位，后续出现一个回落啊，所以这一波呢，它其实整体还是在我们的技术分析的一个整体范畴之内的一个看法是没有太多问题。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呢，它其实算是一个反转的机会，价格下跌反弹是吧？下跌啊，并没有去有效的创左低啊，反而能够去突破走高啊，所以当前又是再回到了之前的这个颈线位附近，所以这里呢最好能够有止跌，有止跌的话就有再次的机会去突破龙门线，龙门线的一个压力113.13，这里如果能快速止跌啊，出现重新站上有龙线95.544的话，那么这里呢是有机会去搏一下啊龙门线的一个有效突破的。最好能够产生强势的反包阳线，不要再继续的下跌啊，尽可能不要去跌破这个低点，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上行结构的一个推动，是吧？止跌上行，那么就会走强，
容易呢去扭转这种态势。现在的个股是美光，美光的行情它出现了九转，而后又是一个高开低走，有点乌云盖顶。这种情况下呢，就肯定是要减仓了。之前呢，如果你还是持股待涨的，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减仓点。减仓之后455.50被反包突破之前，这里呢都是以压力来看待，而下方呢第一个支撑是386.272。这个个股只能说是看顺势，它不一定呢会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去击穿它的一个飘带，因为它整体前期特别强势。这种股票呢容易回调时有人去抄底，但是你呢尽量的等有买点再买啊，不要太左侧去买这种股票。我们再看到 FP。这个个股其实整体趋势呢也是不错的，因为它的龙门线是向上，而且是比较陡的向上，而它的飘带呢是刚被击穿一根。我们说飘带击穿一根之后，下一根容易有支撑，而后又在龙门线附近，所以这里呢只差一个反包阳线，所以你要对你的买点有一定的界定，是吧？如果你随便买，比如说这个阴线之后这个阳线你就买的话，是不是就被套住了？所以你的买点一定要严格一点，在这里的买点尽可能也要严格，就最好有足够强的阳线出现在支撑位附近，在构成买点。目前的龙门线在 58.95 这个游龙伏虎呢，看左上角这个数值就行。那么以上是1月3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拜拜。